1月1日的科技春晚终于落下了帷幕。作为一个前果粉呢，虽然已经隐退于江湖，但最初呢，我的智能手机也是属于苹果中系的。上一期视频呢，我就说过我和苹果产品的结缘和体会，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当年我是怎么被苹果圈粉的。所以今天我还是会关注我方的产品。这次发布会呢，其实非常简洁，没有一点拖沓，毕竟是录播的形式，节奏更加的紧凑，都是干货。但因为之前科技江湖上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真迹手抄本的踪迹，所以这次发布会也只是去看看不带水印的官方原版苹果秘籍罢了。好了，话不多说，好说好说。实话实说 ，iPhone 12没有让我非常的惊艳，但我相信它肯定会在5G 时代撑个2-3年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经不经典嘛，还有待时间和市场的检验。今年的苹果春晚，即便排除全球疫情的这个客观不利因素，对比往年关注度也有所降低。的确，1个月前的发布会呢，就已经让人们的兴奋感凉了一截。而今年的 iPhone 在外观设计上面，并没有给我们这些科技小白、肤浅的视觉动物能带来什么感官上的刺激，比如全球行业都在努力做到的全面屏，而 iPhone 始终像那个脱口秀大会里杨笠说的那个超模一样，它就是长了一副不屌你巨舌头的样子，你越要什么，老子越不长什么。的不屑一顾，看什么看？你越喜欢什么，老娘越不长什么。所以这次看完发布会，是带着苹果究竟能不能让我回归故里的期待。只可惜这个答案还是否定的。新 iPhone 的外观是做了不少改变，包括新的设计、更薄的机身、更长的边框，还有更强的屏幕素质，这些都是一直领先同行的品质，没有问题。何况还回归了我耿耿于怀多年的 iPhone 4的直角边框。不过这些改变都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太大的惊喜。还有很多人说高刷屏率让人一用就回不去了，这种图像的细腻和连贯清澈心脾肺。但对于我这个从不玩高帧率游戏的视频党来说，全面屏才是真正用过就回不去了的。更何况这次的 iPhone 12既没有高刷屏，也没有全面屏。至于 5G 部分嘛，那个毫米波既然是录播，下次能不能剪辑一个世界版本的和一个美国的特供版的？至于为什么，我还会在下面详细介绍。而 A14 芯片更多更强的 CPU 可能是对你们要求太高了，也是每年的常规操作。用审美疲劳来形容这样的升级，虽然有失公允，但就是不配用惊喜来表述。归根结底，这些运算能力对于我来讲真的是绰绰有余，我真的不需要，我用不到啊。之前网上调侃说 iPad 是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其实 iPhone 又何尝不是在通往这条道路上大步狂奔呢？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新 iPhone 可以让下一张照片脱胎换骨，但其实终究还是使用者的手艺问题，拍摄的技巧问题。反正这些发布会所展示的照片，我是一张都没有能力把它拍出来。别说今年的、去年的，就算前几年前的，我都拍不出来。甚至我都在想，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去拿往年的 iPhone 样张去做一下比较，它们之间其实究竟有没有差别呢？又有多少差别呢？所以简而言之，我并不会因为 iPhone 12系列从而回归苹果阵营，因为在日常使用中，现在的安卓已经足够可靠，支付、APP 的安全性、卡顿、储存的冗余，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满足了我们的正常需求。要说发布会唯一让我心头一震的，还是看到那块吸铁石，让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我不会花将近2000澳币去购买一个高科技的玩具。所以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信奉者的我来说，早早从 iPhone 8开始就放弃了 iPhone 的手机。就像我之后要讲到的，最开始的 iPhone 的智能手机引领了一众智能手机品牌，也使得塞班衰落，安卓崛起。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如苹果的广告语一样，在手机界，一种是苹果手机，而另一种就是其他手机。那个时候，安卓确实只能作为一个追随者，但如今在普通消费者的领域，不说安卓已经有所超越，起码也是分庭抗礼。在科技界，苹果还可以骄傲地站在数码之巅孤独九拜，但饭圈草根界，安卓阵营才是普罗大众头上的父母官。这个比喻虽然好像不太恰当，但可以反映出苹果在价格上的不接地气，而且我更怕这股风气会导致整个行业价格的水涨船高。感叹一下，苹果做事情真的很用心。线上录播发布会是众多厂商里最有新意的，合理的利用了发布会录播这个形式，转化成了优势。从视频制作的角度上说，花了很多的功夫，埋了很多的心思，做了很多奇妙的转场，
这些只有我们这些做过视频的 UP 主才能看得出里面的玄机，普通的观众可能感觉不强烈。通俗一点说，就是你看到的每一帧专业的讲都是有设计，每一段往俗了讲就都是套路。发布会呢，首先出场的就是这个 HomePod Mini 音箱，作为 iPhone 12的发布会的开胃菜，还是鲜嫩可口的。正如其名，这款产品看起来就非常可爱，但要是迷你的体积下还能提供出色的音质，也是不那么容易了。从酷狗用词上就不难发现，苹果总是在强调计算音频的好处和这项科技对我们未来的意义。从全球第一爆款 AirPods Pro 的空间音频上所获得的成功来判断，我认为数字音频的功能给予了苹果极大的可能性去整合自己的产品线，去通往这个方向。这也体现出苹果自己对计算音频技术的自信。同时呢，语音识别 Siri 也在不断的进步。可以想象，未来的智能语音化加上数字音频的整合，将会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但作为并不是一名科技宅的我来说，除了放点歌、增加个提醒日志之外，闹钟都是设定好了。毕竟对于一般人来说，每天工作学习的时间都是相对固定的嘛。这样的使用场景，在如今现在这个时刻，还是显得有点鸡肋。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想说话，开口运气所使用的卡路里，所带来的声带震动的做的功产生的功耗，往往比我们轻轻的滑动几根手指所消耗的能量要更多。而且这对于广袤的东方语言来说，更不是一个好的交流方式，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使用普通话，更不要提说的标不标准了。设想一下，你和你的闺蜜男神正在用方言开心的聊着天，突然冷不丁的用普通话给 mini 音箱来了一个严肃的指令，还要叫一声 Siri， 是不是立刻会让你们其乐融融的派对顿时陷入尴尬的气氛？其次就是 mini 音箱里的广播功能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现在的科技产品呢，都走得太超前，普通老百姓的步伐根本没法赶上，他们就用他们在媒体上的话语权，使劲的把你往前拽，还莫名其妙的让你产生一种如果你不用就是你落后的莫名其妙的焦虑感。这个功能就实在太理想化了。首先，你们家全家人都得要用 iPhone， 你想知道你们全家人都要用上 iPhone 的成本是多少吗？现在价格问题等一下我们还会说到，而且你要有一个那么大的房子。至少对于全球的房地产都在往小型化走的趋势的现在，就算是在澳大利亚，你有2层楼的别墅，喊一嗓子，这样会显得更有烟火气。真实的生活，谁过得像发布会上描述的那么优雅，那么装逼？就更别说中国的人平均5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了。当然，如果你只是想有一个声音稍大一点的音箱来代替你手机的喇叭，仅仅就是馋苹果的身子，那么$99的价格，那我就只能附和一下说，好说好说，买吧。当然，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角是 iPhone 12，库克也表示这是 iPhone 所谓的新纪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才刚刚起步的 5G。你很激动吗？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提起太大的兴趣？不只是说苹果的最大卖点毫米波频段的支持仅限于在美国销售的型号，虽然苹果宣称已经对全球30个地区的800多个国家的运营商进行了 5G 的测试，但 iPhone 买家是否会看到这个科技而带来的速度上的大幅提升，还得要看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支持的运营商。对于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小伙伴来说呢，其实在今年的7月某某论坛上， Telstra 的首席执行官 Andrew Payne 就描述了 5G 战略的转变，部署重点就是毫米波，以提高高密集区域的容量和数据传输率。预计毫米波频谱将在2021年的年初在澳洲的小伙伴就可以用上了，那个时候有关部门将进行这个频谱的拍卖。听到这里可想而知，其实 5G 这个概念里面还有更深的东西，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中国国内那么早就开始搞 5G 的网络建设，天天吐槽国外的技术如何的落后，但到头来还是 iPhone 第一个把这样的科技毫米波做到了手机里，反倒中国国内还没有支持这样更高科技的硬件作为支持，美国却可以实现，是不是有种被打脸的感觉？关于 5G 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以前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抛开那些技术名词和理论先不谈， 5G 基站的建设成本就极高，但使用率呢却极低。这里的效率并不是说网络的速度的效率，而是从使用成本，比如所需的电力和传输的范围之类。听说因为成本的原因，很多国内的运营商，尤其是在晚上， 5G 的信号实际上是被关闭的，不然你交的这些费用，运营商可能还付不起他们承担这个信号发射所需要的电力的成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5G 资费那么贵。
以及在国外你显见有像中国那么普遍的 5G 网络。因为纳税人的钱不是政府拍拍脑袋说花就能花的，所以现在一些国内的业内人士又在鼓吹 5G 基站共享租赁的模式。虽然我看不出这葫芦里到底想卖什么样的药，但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承认了 5G 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 5G 商用民用的普及在现实中的困难重重。不然哪蹦出来那么多幺蛾子呢？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点道理，那就请点赞订阅，顺便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之后很有意思的节目了。难道不是吗？现在在看视频的你，觉得你用的 4G 网络或者 WiFi 不够用吗？有真正对 5G 的实际需求吗？那种几秒钟就可以 download 一部 4K 电影，这些场景听起来是很炸，但冷静的想想，你真的有需求吗？其实现如今在网上找一部 4K 的电影资源都不是那么太容易的一件事吧。而对于一个只用刷刷微博、回个微信的人来说，似乎也没有那么大和快的这个数据吞吐量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身边压根就没有听说过有谁开通了资费昂贵的 5G 套餐。当然，我相信 5G 在未来一定能做到的更多，但在现实还是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一项刚起步的、看起来很高深的，并且很昂贵的技术。当然，我等屁民从来不用去担心科学技术的无用武之地。只是希望在给这些未来高科技喝彩和打 call 的同时，也别被资本的一个个噱头割了你的韭菜。再来看看 iPhone 12的外观。我相信20年前大家都知道的手机霸主诺基亚倡导的科技就是以换壳为本来说，如今的 iPhone 呢，也终于改变了坚守了10年的弧面外观设计，深得我心的这个 iPhone 4的直角边框终于回归了。一下子和 iPad 系列拥有了一个一致的外观 ID， 也不得不承认苹果在视觉感上的讲究，有一点高冷又透着一点小清新。看着矛盾的两个形容词再次被苹果的工业设计拿捏的恰到好处。再来 iPhone 12 mini， 我们已经见惯了大尺寸的手机，记得有一年我回国，过年用的是三星 Note 2，是当时最大的手机，每被亲戚调侃说用这么大的手机显得你的脸好小。再看看现在一个个的，怪不得都是清一色的小脸蛋、尖下巴，不是整的，都是大屏手机给比的，你不觉得吗？你有多久没有用到这么迷你小巧、重量甚至连140克都不到的手机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墨尔本的 Apple Store 去体验一下。但是我一直很期待的 AirPower 依然还是遥遥无期。不过呢 MagSafe 它的出现还是让我的眼前一亮，苹果果然是那个最会用磁铁的公司。之前只用于 iPad 附件上那个磁铁吸套会自动点亮屏幕啊， Apple Pencil 吸附式的充电啊，这次的磁铁终于被用在了 iPhone 的配件上。它的出现也让我有理由相信，以后只附送一个 Lightning 配线的这个唯一的标配也会被阉割掉，盒子里可能就只有一个手机、2张贴纸就好了。不久的将来，苹果应该会将仅有的这个 Lightning 接口也会砍掉，从而实现真正的准无线化。这个卡套的设计呢，确实很精彩，解决了像我这样出门不爱带钱包的人的痛点。但更多我想到的是，苹果是否会出一个车载的 iPhone 支架呢？或许在更遥远的将来 iCar 上会不会出现一个妙碰键盘一样的东西？最后也是整个发布会最浓墨重彩的一部分，那就是拍照，这也是很大一部分手机消费者最看重的一个环节。但这里我只想聊聊 Pro 这个系列独享的 Apple Pro RAW 这个更加专业的摄影方面的话题。摄影爱好者们都一定都知道 RAW 这个格式，甚至这样的字母组合会出现在高逼格人群的 T 恤上，可想而知这个格式在这个细分领域的崇高地位。你肯定没有见过有谁把 T 恤上印着 PDF 啊或者 MP4 这样的字母组合吧。我想人们把 RAW 这个格式印在自己的胸前，想表达的无非是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或者想表达在你面前我很真实这样的宣言。因为在图片行业，这个格式可以记录更多甚至是最多照片的原始信息，而 iPhone 作为强大的智能化设备、计算摄影的代表，却在自动化和原始信息中和他们的工业设计一样，再次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那就是把由数码电脑计算之后的数据也存储到了图片的原始信息中，这样就给了专业摄像师在后期有充分的空间和可能性去得到最终他们想得到的创作。而在接下来的视频方面，最牛的就是支持了杜比世界的拍摄。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拍摄、剪辑、播放并且分享杜比视频的设备。所以反过来说，我们又不得不佩服这款拥有强大运算能力的 A14 的心脏。这样的运算能力，连很多专业相机都望尘莫及。
更不要说中国才刚刚起步的芯片行业。我不知道利害国是哪里来的底气说，若干年后我们要让自主研发的这种芯片占到所有应用的70%的这种豪言壮语。先研制出来一款数码相机的芯片，再去想超英赶美这个话题，好吧？何况说就算纸上谈兵已经就很难了，就算你研发出来了，国内也没有那个技术和条件能够制造出来。华为、中兴被敲断了脖子，我们奋起直追是对的，但是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去做，不要乱喊口号，拔苗助长，更不要叶公好龙，最后把自己给吓死了。说完了发布会，我还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次 iPhone 系列在定位上的看法和购买人群的建议。目前看来呢 ，Pro 与非 Pro 区别，除了外观尺寸，就是拍摄以及传感器两个方面。而雷达传感器呢，目前除了可以测量数据之外，也只能被用于低光环境的对焦辅助上。对大部分人来说，手机镜头除了扫一扫二维码，就是平时普通的合影留念。而日常拍摄绝大部分的时刻，根本用不到如此强大的解析力。好像我半年前买的 Apple Pro， 我连摄像头、测距这些功能连玩的欲望都没有。再加上 iPhone 12标配款的屏幕，同样也使用了 OLED 屏幕之后，进一步缩小了标配版和 Pro 版本的差距。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的性价比首选一定还是 iPhone 12。但是苹果所做到的4款产品一水儿都是支持 5G， 还都使用了本公司最高水准的 A14 芯片来说，很明显其目的就是为了细分用户，在这些不同的用户在基本盘上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一致的体验，而且是底线很高的体验。如果你是学生党，或者是想用 iPhone 又没有那么大资金支持的人，又或者你就是偏爱小型手机，尤其是那些偏体力工作的人，大手机揣在屁股口袋里真的是很膈应啊，尤其是在夏天，非常影响肢体的运动。那你们就可以尝试 iPhone mini， 但是你要考虑好续航的问题。那如果你是一般的用户，直接选择 iPhone 12就好了。4款手机中各方面都最均衡。这个标配版就像你在上学时班上那个总分第1名的同学，后来一门门的看，发现他们单科不一定都是第1名，但他们每一门课的分数都还不错，从来不偏科，全面发展。但如果你下周就要代表你们班，甚至代表你们学校去参加全国的这种摄影比赛，那用总分第1的标配版肯定是差强人意了。那么单科第1名 Pro 同学就可以派上用场。当用 iPhone 进行一些更严肃的内容创作，那当然就要优先考虑能力最强的 iPhone Pro Max 同学了。10000个人心中有10000个哈姆雷特。iPhone 12的好坏，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有时候不是靠个人的嘴巴就可以说出它的好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上 iPhone 手机里的每一个功能。说到底，它还是我们口袋里的一个工具。工具的好坏、善与恶，都在于我们使用者的把握。可能我们只是被 iPhone 的常规技术升级给宠坏了，或者是被价格给吓坏了。毕竟科技还是应该有一点前瞻性，要看得稍微远一点，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因循守旧。不管我们对于 Apple 这次发布会的定位如何，但在整个科技行业，起码在触手可及的未来几十年里，或许我们还需要苹果来传道授业解惑。我是老什么，这是我的第一个科技点评视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下期见。